在海洋里生活着一种叫做鲎的古老生物，它们的身影从4亿年前就开始出现在地球上了。那时候还没有恐龙，没有哺乳动物，甚至连陆地都还没有真正的生命。它们的样子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4亿年过去了，它们没有变得更聪明，没有变得更复杂，也没有统治任何地方。它们只是在海底慢悠悠地爬着，用同样原始的方式捕食、呼吸、繁衍。而另一边，我们的祖先那些最早的能被称为人类的生物，不过是在20万年前才出现的。就靠这20万年，我们从非洲草原上的弱小猿类，一路走到了能建造城市、飞向太空、探索深海的地步。我们发明了文字，学会了使用火，创造了音乐和艺术，甚至开始研究宇宙的起源。这中间的差距确实让人感到困惑。同样的进化压力，同样的自然选择，同样需要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，为什么鲎选择了原地踏步，而人类却一路狂奔？进化论明明告诉我们适者生存，难道有些物种就是不够适，所以才没有进化？还是说进化本身存在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规律？更关键的问题是，如果进化论真的是对的，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变得意味深长：人类会一直这样进化下去吗？还是说我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下脚步，变成下一个活化石？很多人以为进化论是达尔文一手创造的理论，是他凭空想出来的，但事实远比这更复杂，也更有趣。早在达尔文出生的20多年前，法国科学家拉马克就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进化理论。拉马克认为，生物身上用得多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发达，用得少的器官会逐渐退化，而且这些变化可以遗传给下一代。也就是说，长颈鹿之所以脖子那么长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努力伸长脖子去吃高处的树叶，每一代都把拉伸的成果传给了下一代。这个理论在当时影响力非常大，虽然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但拉马克确实打开了人们思考生物会变化的大门。甚至在中国古代，也有人对生命的变化有所思考。庄子在《秋水篇》里写过：“夏虫不可以语冰。”这句话本身就暗示着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，有着不同的生命轨迹。虽然这不是系统的进化理论，但至少说明人类很早就意识到，生物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所以达尔文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他第一个提出生物会进化这个观点，而在于他找到了进化背后的真正驱动力——自然选择。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理解一下达尔文的核心思想。很多人都听说过优胜劣汰这个词，但达尔文的本意其实和这个通俗的说法有些微妙的不同。让我们用一个思维实验来理解。想象你养了一群兔子，它们的毛色有深有浅，生活在一片草原上。草原的土壤颜色是浅褐色的。捕食者老鹰在天空中巡视，它们很容易看到深色的兔子，浅色的兔子则更容易隐藏在草丛中。几年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？没错，深色的兔子更容易被捕食，所以它们的后代数量会少一些。
而浅色的兔子更容易活下来，它们的后代会更多，于是乎，下一代兔子整体上就会变得更浅。这个过程里，并没有谁主动进化，没有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变化的驱动力是环境的选择，压力那些恰好更适应环境的个体，留下了更多后代，仅此而已。这就是自然选择的本质，不是强者变强，而是适者留下更多后代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：自然选择并不会让物种越来越好，它只会让物种越来越适应当下的环境。如果环境突然改变了，昨天的优势可能就变成了今天的劣势。恐龙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，它们统治了地球1亿6千万年。但当那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，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，让全球气候发生巨变时，恐龙庞大的身躯和需要大量食物的代谢方式，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。哺乳动物虽然弱小，但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生存，于是趁机崛起。所以，进化并不是一条从简单到复杂，从低级到高级的单向道路。进化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赶考，每次考试的内容都不一样，而你考得再好，也只能说这次恰好合适。下一次换了题目，之前的成绩就作废了。最初的差异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可能会想，也许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本来就很相似，然后环境压力推动了它们改变。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生物的改变是凭空出现的，然后再被筛选。这个机制就是基因突变。DNA 在复制的时候偶尔会出错，就像我们抄书的时候偶尔会写错字一样。大多数时候，这种错字不会产生任何影响，就像抄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词，但偶尔，那个错字会导致蛋白质的功能发生改变。比如某个基因突变，可能让人对某种疾病有了抵抗力，或者让某个酶的效率提高了1%。这些微小的变化就是变异的来源。重要的是，变异是随机的，是没有方向的。环境并不会指导变异应该往哪个方向走。打个比方，你不可能因为想要一双翅膀，然后你的孩子就长出翅膀来。变异的发生完全不取决于是否有用，突变的发生完全取决于概率，而概率不偏心。那么，谁在决定变异的方向呢？是自然选择在事后筛选。就像前面说的，浅色兔子案例突变提供了原材料，选择决定了哪些原材料能够传递到下一代。理解了这个机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今天真正的问题了。为什么不同的物种进化的速度差异如此之大？当科学家们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腔棘鱼，一种被认为在60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的鱼，还在深海中游弋时，整个科学界都沸腾了。新闻媒体用了活化石这个词来形容它，仿佛它是某种来自远古的奇迹。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活化石这个词其实带有一点误导性，它暗示着一个物种能够保持不变是一件特别的事情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一个物种已经完美地适应了它的环境，而且这个环境几亿年来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，那么它不变恰恰是最合理的结果。进化论告诉我们，
变化的驱动力是自然选择，而自然选择发生作用的前提是环境发生了变化，或者物种中出现了一些能够利用环境变化的突变。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发生，那么自然选择就没有任何理由选择出任何改变，物种就会保持原样，一代又一代稳定地存在着。这其实很好理解，想象你是一个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树蛙，你已经完美地适应了雨林的环境，潮湿的空气，丰富的食物，相对稳定的温度，你的身体结构、呼吸方式、繁殖策略都已经经过了无数代的优化，任何大的改变都可能打破这种完美平衡。假设某一天，你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突变，让你的体型变大了2倍。体型变大了，你需要更多的食物，需要不同的捕食策略，而你原来栖息的那片叶子可能都撑不住你的重量了。这个突变并不会让你更好，反而可能让你在原来的环境里难以生存。所以不变不是因为物种不行，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刚刚好，不需要改变了。让我们回到后的故事，这是一种看起来相当原始的海洋节肢动物，它们的身体被一层坚硬的甲壳覆盖，有着一对复眼，尾部还有一根尖刺。它们的血液是蓝色的，因为含有铜离子，而不是哺乳动物的红颜色。科学家们至今仍在研究后的血液，因为它的免疫系统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机制。当后受伤时，它的血液会凝固成一种凝胶状物质，能够包裹并杀死细菌。这个发现让后的血液成为了医学上的宝贵资源。全世界的疫苗研发和药品安全检测都要用到后血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一种4亿年没怎么变的生物，它们的身体设计绝不是低级的、原始的，而是极其高效的。因为如果它们的生理机制不够高效，它们早就被淘汰了。它们能够存活4亿年，本身就证明了它们的设计是成功的。对于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言，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：进化的成功与否不能用复杂度来衡量。不是说越复杂的生物就越高级，越简单的生物就越低级。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：能否在当下的环境里活下来，并且繁殖后代。从这个标准来看，后无疑是极其成功的。它们的数量稳定，分布广泛，在海洋中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，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自然捕食者能够威胁到它们。它们不需要变得更聪明，因为海底世界不需要智慧。它们不需要变得更灵活，因为海底的生存策略不需要速度。它们需要的是稳定、耐久、低能耗。这些条件后都完美地满足了。后生活在海底的沙质沉积物中，以小型软体动物和蠕虫为食。它们的天敌很少，食物来源稳定，栖息地的物理化学条件、水温、盐度、氧气含量几亿年来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改变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自然选择没有理由选择任何巨大的改变。任何大的突变，比如突然长出了更复杂的脑子，或者发展出了更灵活的肢体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都可能是一种浪费，甚至是一种风险。额外的能量消耗意味着你需要更多的食物，额外的复杂性意味着更高的出错概率。于是乎，后就这样定格了。
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著名的活化石，鲨鱼、蟑螂、肺鱼、鹦鹉螺，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对稳定，它们已经完美适应了那些环境，而进化留给它们的最好选择就是保持不变。这引出了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重要规律：环境变化的剧烈程度是决定进化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当环境稳定时，物种倾向于保守；当环境巨变时，物种被迫改变或者死亡。这个规律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得如此之快。如果说后的生存环境是稳定的天堂，那么我们远古祖先的生存环境就是地狱模式。大约在700万年前，非洲的森林开始大面积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广阔的草原。我们的古猿祖先原本生活在树上，以果实和嫩叶为生，但随着森林退化，树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隙，许多果子长在高处难以企及，而草原上的肉类虽然丰富，却需要追捕奔跑的猎物。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。我们的祖先当时还不会直立行走，只会笨拙地在树上攀爬。它们没有锋利的爪子，没有强壮的身体，无法与草原上的猛兽、狮子、豹子、猎狗正面竞争。它们的食物来源急剧减少，而竞争者却在虎视眈眈。按照自然选择的逻辑，如果物种无法适应环境变化，它们应该走向灭绝。但我们的祖先没有，他们找到了一条出人意料的出路，站起来。直立行走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第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。从身体结构上来说，这个改变意味着我们的祖先从此用2条腿走路了，而不是4条腿爬行。这个改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。首先，直立行走让我们的祖先腾出了前肢，也就是后来的双手。手可以用于采集食物、搬运东西、制造工具。更重要的是，手可以让我们的祖先做出更丰富的动作指向、指示、模仿、传递物品。手的存在为后来语言的诞生和工具的使用奠定了最基础的条件。其次，直立行走让我们能够看得更远。当你在草原上站立起来时，你的视线可以越过齐腰高的草丛，看到远处的食物、敌人和同类。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存优势。第三，直立行走比其他运动方式更节省能量。科学家们曾经做过实验，让黑猩猩和人类用2条腿行走同样的距离，人类消耗的能量只有黑猩猩的1/4。这意味着，在寻找食物的漫长迁徙中，人类可以用更少的体力走更远的距离，去到别的物种去不了的地方。当然，直立行走也带来了一些代价，我们的祖先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盆骨变宽，产道变窄，这导致人类婴儿必须在大脑完全发育成熟之前就出生，否则母亲很难自然分娩。这让人类的后代在出生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成长，也为后来的教育和文化传承创造了条件。直立行走为我们的祖先打开了一扇门，门后是更大的可能性。可能性意味着更多的选择，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变异可以被保留，更多的变异意味着更快的进化。如果说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第一步，
那么火的使用就是第二步。火的发现和使用大约发生在距今100万年前，更保守的估计也认为，至少在40万年前，人类就已经能够控制火了。火对于人类进化的意义，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首先，火让我们能够吃以前不能吃的东西。很多植物的根茎、种子、块茎，在生吃的时候是难以消化甚至有毒的，但经过火的加热，淀粉会糊化，蛋白质会变性，毒素会被分解，这让人类能够获取的食物来源大大增加。今天你吃的大多数食物，谷物、豆类、根茎类，都依赖于火才能成为我们的盘中餐。其次，火让我们有了温暖。在冰河时代来临的时候，寒冷是最大的杀手之一。火让人类能够在以前无法生存的高纬度地区存活，这让人类的生存空间大大扩展。第三，火是最初的光，在黑夜中有了火，人类的活动范围不再受限于日光，这让人类有了更多的社交、休息和生产时间。第四，火吓跑了猛兽，在洞穴口生一堆火，狮子和狼就很难靠近，这让人类有了安全的庇护所。第五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火让人类开始掌控能量。在此之前，人类只能利用身体本身储存的化学能来行动，但有了火，人类开始利用木材的化学能，进而利用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的能量，这为后来人类文明的所有成就奠定了基础。火的使用是一个转折点，在此之后，人类开始以指数级的速度积累生存优势，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创造新的工具，积累新的知识，形成新的文化。这种累积性的适应让人类的进化速度远远超越了其他物种。语言的出现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最神秘、最伟大的事件之一。动物界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流方式，鸟儿的歌声可以传递求偶信息，狼群的嚎叫可以协调狩猎，蜜蜂的舞蹈可以指示花蜜位置，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拥有像人类语言这样复杂、灵活、可组合的沟通系统。语言让人类能够做到一件其他任何物种都做不到的事情，让后代能够直接继承前人的经验和知识，而不需要自己重新去发现。在没有语言的时代，如果你的祖父发现了一种新的捕猎技巧，他的后代需要亲眼看到才能学会。如果他死于意外，这个知识可能就此失传。但在有语言之后，祖父可以把他的经验讲述给儿子，儿子再讲述给孙子，孙子再讲述给曾孙。于是知识可以被积累、被改进、被传递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类的进化不再只依赖于生物学的改变、基因突变、DNA 复制，人类的进化开始有了第二条路，文化演进。语言让我们能够把后天学到的技能遗传给后代，这种遗传不需要等待基因的改变，不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漫长筛选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开口说话。有了语言，人类开始有了故事，故事让人类能够形成群体认同，规划未来，想象不同的可能性。人类开始有了宗教、神话、历史这些虚构的概念，却拥有巨大的力量，把无数个体凝聚成一个整体。语言让人类的进化速度
从爬行进入了飞行。我们不再是等待基因突变的被动适应者，我们成为了主动创造知识、主动改变环境、主动塑造未来的物种。大约12000年前，在中东的新月沃地，人类开始尝试种植小麦、大麦、豌豆等作物，并驯养山羊、绵羊、猪等动物。这就是著名的农业革命。农业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也是双面的。从收益角度来看，农业让人类能够生产出比采集多10倍甚至100倍的卡路里，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。一片土地可以养活100个采集者，但同样的土地可以养活1000个农民。人口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大脑、更多的手、更多的可能性。农业还让人类有了剩余。采集者每天都在为当天的食物奔波，但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收获储存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剩余让人类有了分工，有人可以不种田，去做工匠、士兵、祭司。分工让社会变得复杂，让专业化成为可能，最终催生了城市、国家、文明。但农业也有巨大的代价。首先，农业让人类的饮食变得单一，采集者会吃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植物和动物，这让他们能够获得均衡的营养。但农民的主食通常是几种固定的谷物，这导致营养不均衡，骨骼变弱，牙齿问题增加。其次，农业让人类的劳动时间变长，采集者每天只需要工作4到5个小时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，但农民需要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工作时间大大增加。第三，农业让疾病增加，大量的人口聚集在狭小的空间里，粪便和垃圾处理不当，传染病容易爆发。天花、流感、疟疾、肺结核这些疾病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前几乎不存在。第四，农业让社会不平等增加，采集者是相对平等的群体，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生存做贡献。但农业让某些人，首领、祭司、地主可以积累剩余，占有资源，奴役他人。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战争、奴役、压迫都出现在农业出现之后。所以，农业革命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福祸相依的转折点。它让人类文明突飞猛进，但它也让个体承受了巨大的代价。这也是为什么有历史学家说，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。它表面上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，实际上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糟。但不管怎样，农业革命让人类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。它让人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可能，更多的可能意味着更快的文化演进和文化积累。如果说农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结构，那么工业革命则改变了人类与整个星球的关系。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，其核心是用机器代替人力，更具体地说，是用化石、燃料、煤、石油、天然气代替人力和畜力。在此之前，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依赖于人力和畜力。你想挖一条运河，需要几千个工人挥舞锄头工作几个月；你想织一匹布，需要几个女工采几天几夜的织机；你想从矿井里抽水，需要几十匹马排成长队拉动路掘。
但工业革命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一台蒸汽机可以代替上百匹马，一台织布机可以代替几十个女工，一个水泵可以日以继夜的工作。人类的生产能力以几何级数增长，这个变化的基础是化石能源、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，是数亿年前动植物遗骸在地下经过高温高压形成的。它们储存的能量是同等重量木材的几十倍、上百倍。使用化石能源，让人类第一次能够透支未来的能量，来加速今天的发展。工业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它让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，从乡村进入城市，从手工进入机器。它催生了现代科学、现代医学、现代交通、现代通信。它让人类的平均寿命翻倍，让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，让全球人口从10亿增长到80亿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工业革命让人类获得了一个外挂，它让人类不再只依赖于 DNA 的缓慢进化，而是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来适应环境、改变环境、重塑环境。人类不再需要等待几代人的基因改变来获得新的能力，我们只需要发明一件新工具就可以。这个外挂让我们成为了地球历史上进化速度最快的物种。为什么其他物种没有进化出智慧？这是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。既然人类可以进化出智慧，那么其他物种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大象那么聪明，鲸鱼那么复杂，章鱼甚至有9个大脑，但它们都没有发展出像人类一样的文明和科技。为什么？答案可能在于，智慧并不是进化的必然目标，进化的唯一目标是繁殖成功，让更多的后代存活下来，把基因传递下去，而智慧仅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众多策略之一。我们可以把进化想象成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跑法，有的跑得快但跑不远，比如猎豹；有的耐力强但爆发力差，比如人类；有的根本不在跑，而是躲在草丛里，比如青蛙。智慧只是其中一种策略，而且是一种风险很高、成本很高的策略。首先，智慧需要更大的大脑，而大脑是一个极其昂贵的器官。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%，却消耗了全身20%的能量。这个比例在动物界是绝无仅有的。大多数动物没有足够的预算来供养这样一个奢侈品。其次，智慧需要更长的童年期。人类的孩子需要10几年的时间才能独立，而大多数动物只需要几个月或1、2年。长童年意味着更少的繁殖频率，更大的亲代投资，更高的风险。第三，智慧需要复杂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。一个孤独的聪明动物没有办法把它的知识传递给后代，也没有办法从群体中学习。智慧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，而这需要复杂的社会组织、语言、文化作为基础。所以，从进化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看，智慧并不是所有物种的最优选择。能够用1200万年时间进化出更快的速度、更锋利的爪牙，为什么还要花费几百万年来进化一个可能用不上的大脑呢？但人类的祖先很幸运，也很不幸。我们没有锋利的爪牙，没有厚重的皮毛，
没有毒液，没有翅膀，我们没有太多硬件上的优势，唯一拥有的是相对灵活的前肢和相对发达的大脑。所以我们的祖先选择了智慧这条路线，用软件来弥补硬件的不足。这是一场豪赌，好在这场豪赌我们赌赢了。有一种现象在进化论中叫做协同进化或军备竞赛。想象一只狼和一只羊，狼如果跑得更快，就能抓到更多的羊，羊如果跑得更快，就能逃脱更多的狼。于是狼和羊都在被迫跑得越来越快，这就是一种协同进化。但有趣的是，这种进化的速度是有极限的，狼不可能进化出火箭发动机那样的速度，羊也不可能进化出瞬间消失的能力。它们都会达到一个平衡点，跑得更快，所消耗的能量已经超过抓到猎物所获得的收益。这个时候进化就会暂停，至少是大大减缓。人类没有这种锁定效应，部分原因是我们的进化太快，还没有达到任何平衡点。另一个原因是，我们的进化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，而是文化意义上的进化。一代人的知识可以传递给下一代，这让人类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实现指数级的进步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锁定效应正在出现。比如，当人类发明了互联网，全世界的信息传播速度达到了极限，任何新的技术、新的知识都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进化的速度已经快到锁死了，你想要更快，不可能了，因为已经没有更快的传播方式了。人类现在是唯一一个已经解锁所有进化限制的物种。我们不再受限于基因的缓慢改变，不再受限于个体学习的有限时间，不再受限于地理的阻隔和语言的障碍。我们可以共享知识，协作创新，集体进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美了。相反，我们可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锁定效应。气候、环境、资源，这些问题不是靠发明一个新工具就能解决的，它们需要整个物种的协调行动，需要我们真正理解进化的规律，需要我们放下短视的自我利益，为长远的共同未来做出改变。人类是进化的终点吗？这个问题曾经是无数哲学家和科学家争论的焦点。19世纪的时候，很多人相信人类是进化的终点，上帝或自然创造了人类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，其他一切物种都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。但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这个幻觉，进化没有方向，没有终点，没有预设的目标。人类并不是注定要出现的，也不是必然会存在的。我们只是无数可能的物种之一，只是恰好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但还有另一种解读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，进化论告诉我们适者生存。那么如果人类已经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物种，从个体数量、分布范围、能量消耗等各个指标来看都是如此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人类就是当今的适者？如果我们继续这个思路，那么人类的进化方向可能是继续强化我们的适应优势，更聪明的大脑，更好的工具，更高效的协作方式，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。
但也有另一种可能，我们已经不再受制于进化的限制了。人类的未来可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，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核战争、气候变化、人工智能失控，这些都可能在瞬间毁灭人类，这不是任何基因层面的进化能够应对的。所以，也许人类是进化的终点，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。进化从来没有终点，我们只是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走到了一个有趣的位置。如果有机会从太空回望我们的地球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一颗蓝色的星球在漆黑的宇宙中安静地旋转，阳光在云层上反射，让它看起来像是一颗完美的玻璃弹珠。但如果你仔细看，你会看到一些细微的瑕疵。大气层中有着异常高的氧气含量，这在宇宙中是非常罕见的。因为氧气是一种极其活泼的气体，它会与其他元素反应，很快就会消失。大气中保持高浓度的氧气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生命正在不断产生氧气。植物和藻类在日复一日的光合作用，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，养育着这颗星球上所有的动物。而在这颗星球的表面，生命的痕迹更加明显。城市在夜晚散发着橙黄色的光芒，道路像血管一样蔓延，农田像拼图一样排列。你能看到灯光汇聚的地方，纽约、东京、上海、伦敦，也能看到灯光稀疏的地方，亚马逊雨林、撒哈拉沙漠、南极冰原。这就是人类给地球留下的印记。在这个宇宙中，或许还有其他星球上有生命，但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星球上有这样的景象，因为智慧生命的出现，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罕见。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星科学家大卫·斯诺登曾经说过，地球在宇宙中并不是普通的星球，它是特殊的，因为它是已知的唯一一个有生命的地方。而生命是复杂的，需要能量的，需要化学反应的，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宇宙中最珍贵的奇迹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在宇宙137亿年的历史中，在无数星系的无数恒星系统中，在无数行星的无数可能性中，地球上的生命走过了46亿年的漫长旅程，从最初的单细胞生物，一步步演变成能够思考自身起源的智慧生命。这个概率可能比你在宇宙中随机找到一颗特定的原子还要小。所以无论进化论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，适者生存、基因突变、自然选择，最终我们都需要面对一个事实：我们是奇迹的产物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依赖于一条从未断裂的生存链条，延续了46亿年后，在4亿年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。他们是成功的，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的环境。人类在20万年里从非洲草原走到了月球，他们也是成功的，因为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。但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，成功意味着把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，让你的物种在地球上继续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类无疑是非常成功的。我们的数量已经超过80亿，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但从个人意义的角度来看，成功的含义可能需要重新思考。
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改变世界的科学家、发明家或领袖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过着平凡的生活，工作、吃饭、睡觉，和家人朋友相处。但平凡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。进化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活着本身就是意义。每一个活着的个体都是40亿年生存链条上的一个环节。你的基因可能不是最优秀的，你的能力可能不是最强的，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你祖先每一次成功繁衍的致敬。也许进化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创造一个完美的物种，而在于让生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存在、延续、绽放。有的物种选择了稳定，有的物种选择了变化，有的物种选择了力量，有的物种选择了智慧。有的物种在深海中安静地生活，有的物种在草原上追逐奔跑。每一种生存策略都是合理的，每一种存在方式都值得尊重。5.3，我们这一代人的进化任务。但如果进化论告诉我们，活着本身就是意义，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只需要被动地生存下去就行了？显然不是。进化论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：适应和改变是生命的本能。当环境发生变化时，不愿或不能适应的物种会走向灭绝，而那些能够找到新的生存方式的物种则会迎来新的繁荣。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变化可能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加剧烈。气候变化、资源枯竭、人口爆炸、人工智能崛起，这些挑战都是全新的、全球性的，关乎全人类命运的。作为这个时代的使者，我们的任务可能不是简单的活着，而是找到一种新的活法，一种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可持续的、健康的、尊严的活下去的方式。这个任务不简单，但也许正是这种挑战，让我们的存在有了意义。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，那么我们的后代将继承一个更好的世界。如果不能，他们将承受我们留下的后果。进化论不是宿命论，它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注定要怎样，而是我们有机会怎样。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机会，每一次行动都是一次自然选择。我们的选择塑造着我们的未来。关于进化，我们还有太多不知道的。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为什么有些物种1年不变，而人类只用了20万年就统治了地球？答案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重的。首先，有些物种的生存环境足够稳定，它们不需要改变，后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其次，人类经历了极其严苛的环境压力，被迫寻找新的生存策略，直立行走、火、语言、文化，一步一步把适应变成主导。第三，人类找到了文化演进这条快速通道，让知识的积累可以代替基因的变异，让后天的学习可以遗传给后代。第四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，至少在我们发明能够毁灭自己的武器之前是稳定的，这给了我们时间去积累、去发展、去扩张。但关于进化，我们还有太多不知道的。为什么有些物种的进化速度比其他物种快那么多？答案可能与种群大小有关，与变异率有关，与选择压力有关，与 DNA 的结构有关。
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。人类的进化是否已经停止了？或者说，人类的进化是否已经转入了文化进化的轨道，而不再受制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改变？这些问题，科学家们还在争论。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不会改变进化的定义？当机器可以自我改进、自我复制，甚至自我设计的时候，适者生存的规则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去回答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进化论告诉我们，生命是变化的，变化是永恒的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这场永恒变化中的一次短暂闪现，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抗拒这种变化，而是理解它、接受它、运用它、创造它。因为进化从来没有终点，终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意思是今天的暂时稳定，而人类的使命也许是永远保持在路上的状态，永远好奇，永远探索，永远前进。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，说明你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。保持这份好奇，它会带你走向更远的地方。好了，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闭上眼睛，让思绪漫游一会儿。想象自己是一只4亿年前的后，在温暖的浅海中慢慢爬行。想象自己是一个20万年前的非洲古人，在星光下围着篝火取暖。无论你想象的是哪一种，你都是进化链条上的一环，都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一次尝试。晚安，明天见。